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进行是中蒙选手之间的对决。随着一场非常精彩的降服，我们进行到今天的重量级的比赛，61公斤。这是一场中蒙大战。我们看到，首先出场的是代表蒙古国出战的这位蒙古国勇士奥特根苏荣苏赫巴图。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蒙古国，今年24岁啊，身高呢是174，臂展178，那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蒙古式摔跤手。他的职业战绩我们看一下是6战4胜2负。此前呢，第一次在登陆 JCK 比赛当中的时候呢，是对阵斯伊木克结果是在第一回合被斯伊木克手臂十字固降服，输掉了比赛他也是隶属于蒙古著名的战队这个山达斯 MMA。是的，可以看到陪他出场的是著名的蒙古英雄贾丹巴，蒙古战神。这位奥特根苏荣能看到他的身高臂展特别好，在这个本量级里面其实做的非常不错，是很不错的选手。没错，但是不可小视，他是一名摔跤手。其实这个臂展对于摔跤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他能就是本来对方防摔的时候能很远的把人吸回来，这是他很大的一个优势。是的，期待他这一次能很好的发挥。是。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比赛当中的重击可能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比赛降服率和判定是各占一半，50%，所以是一个比较难缠的缠斗系的选手。我们期待一下今天这位蒙古国的勇士在 JCK 的第2场比赛会有怎样的发挥，也就是蒙古国选手奥特根苏荣。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红方选手努尔加纳提朱马伊，他来自我们的中国新疆，是一名哈萨克族选手，今年非常年轻，他只有20岁，身高1.68米，臂展1.60米，但是可不要因为他的臂展来小看他，他是一位拥有必杀技的选手。哎呦，他的所有胜场都是以裸脚降服对手，裸脚降服，对，裸脚大师啊，裸脚大师，是的。他的战绩是 MMA 战绩5战4胜1负，战决胜战绩2战2胜。但是呢，由于这次比赛超重了1.5公斤，所以说这场比赛，这个努尔加纳提必须以这个终结才能获得胜利。是的必须还是要拿出自己的裸脚的必杀技。是的。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加纳提其实是在去年的1月20号，在4人勋锐赛的2组比赛当中，都是首回合用裸脚降服对手，从而呢是获得了 JCK 的这个比赛的合约。所以今天看到来自于龙云系的这个加纳提去对阵这个擅长缠斗的奥特根苏荣，两位选手其实在风格上还是稍稍有一点相似的。是的，我们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的中蒙选手的摔柔大战。没错哈萨克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打法，碰上了擅长博克式摔跤的蒙古国选手。其实我觉得不同风格的较量反而会激发出更多的观赏性。是的，那么加纳提说他的偶像其实是这个英王哈比布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把他带到龙云的一位大哥，就是阿斯科尔拜。没错。好的，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数据对比，双方年龄相差4岁，在身高和臂展方面，奥特根苏荣都有10几公分的优势我们把现场交给阳光。本场 JCK MMA King Series 重量级的比赛交锋，蓝方选手身高174公分，臂展178厘米，体重61.30公斤，年龄24岁，来自于 Sandas MMA Fitness Center。MMA 综合格斗战绩6战4胜2负 ，JCK 战决胜战绩1战1负。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blue corner from Ulaanbaatar, Mongolia. Gets ready for 奥特根苏人苏赫巴图。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68公分，臂展160厘米，体重62.50公斤，年龄20岁，来自于哈尔滨龙云综合格斗俱乐部 ，MMA 综合格斗战绩5战4胜1负 ，JCK 战锤城战绩2战全胜。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努尔加纳提朱马耶。本场比赛，由于红方选手努尔加纳提朱马伊赛前称重超重，本场比赛必须以终结的方式才能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悦。今天的第2场比赛，中蒙大战，你看到奥特根苏荣对阵努尔加纳提。这是一场重量级61公斤级的比赛。首回合开始，来看一下摔跤手与柔术手对决。没错。那其实由于赛前超重的话，是奥特根苏荣留给奥特根苏荣的这个战术的设置会变得更多。是的，而努尔加纳提刚才咬对方咬得很紧很好，下前先发动抱摔，抱单腿，奥特根苏荣防摔。看一下提拉，现在双方的交感都很好，双方的交感都很好，都很好，没错。不要忘记，奥特根苏荣是草原的儿子蒙古国的男儿3裔。加纳提在龙边抢一下，看一下对方是直接是抄他的大腿的内侧，看一下漂亮提拉有没有机会？哎呦，努尔加纳提虽然年轻，但是经验很丰富，是想要去做一个撞胯，但是没有成功，还是在龙边看一看。整个苏荣脚底下的活很多，没错，对，毕竟是蒙古教出身，博克出身，脚底下的这个细节会很多。再来想要去做，双方都在空中进行角力啊，没错等到我们发现其实一条腿落地的时候，这个角力已经结束了。是的，再来一次类似内骨的挑摔，是过腿，看一下加纳提被在龙边做骑乘，拿后背起身，哎呦。加纳提这个柔术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没错。对，在被骑乘一瞬间，马上翻身起身，是抢双腋下，看一下，跟还是去抢腋下的位置，两个人不停的转换自己的身体的位置，这场很精彩，何老师，没错。我们的嘴其实跟不上他们的技术动作，是的他们的动作可能有的时候1秒钟已经是变换了几次，又一次在龙边再来内骨式挑摔，地面砸击，连续的砸拳。今天奥特根苏荣打的是很主动的，是的其实他如果是打到判定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依旧打得很主动。袭击，优秀的选手，其实有很多选手知道自己磨3回合能赢的话就磨下来，但是他很主动，很积极，没错，对，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哎呦，用膝盖打击对方大腿，然后又上头，因为奥特根苏荣他的腿很长，没错，是可以随便上头，是，这时候。努尔加纳提要选择赶紧出来带摔，在这个位置抛一些腋下。刚才这个努尔加纳提是不是刚才摔的时候有时候碰头了？一次前滚翻的逃脱，对方的缠斗非常的粘着，我们看一下。就像刚才何老师说的，这是个非常难缠的选手，非常难缠，拿了一个达吉斯坦手铐，没错。现在努尔加纳提防守，还是要带摔嘛？又一次带摔，这一下摔很重没错。重重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大概有2米左右的地方。努尔加纳提还是没有着急，好，翻身起身漂亮，反摔对手，的反制拿到上位，非常的好，拉对方胳膊想把对方压平，很棒，很棒啊，非常棒，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对方的膝盾看一下，地面砸击很重，哎呦，三角小心，要格外注意这种长手长脚型的选手。哇，这后背拿的丝滑无比，非常的丝滑，没错。你看，有提拉到自己的龙边下 ，OK， 撂倒对手，拿了后背，有可能进钩子吗？是的，但是奥特根苏荣马上站起来，没错。加纳提，我们看，其实刚才大概有将近1分钟左右的一个被动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由守转攻，拿到了一个进攻的很好的把位，是，而且打出了非常凶狠的打击出来，没错。地面的缠斗也是非常的丝滑，要小心。对方拆把，
木村打了木村扣，我的天呀！直接高高举起，是的，砸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木村要小心木村横四方，但是对方那个肘击，这个打腹很疼的。想做木村陷阱，看一下，还是想要去硬拉一个。这里有十字固，跑出来了，可以。刚才那个位置，努尔加纳提可以转化做十字固。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奥特根苏荣是搭着木村的把位去塞了一个西盾，然后现在这个位置双方有一点点小别扭，是起桥，但是没有成功。十字固，十字固可以拉平，十字固，最后的脚，但是奥特根苏荣头抽出来了，漂亮哦！上位砸地面砸击，攻防转换太快了，奥特根动了。还有，裁判叫停了。哇，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双方真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快速的，是犬牙交错的，没错。我们看不到就是双方下一回合的走向，但是比赛往往就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就是一瞬间结束了。加纳提首先是被对方掏了木村，之后呢，他转到十字固，对方逃脱起身，地面砸击拿下了这次的比赛。这就是综合格斗的魅力吧？没错，攻防转换之快，让我们有点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对，没有跟得上。是的，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努尔加纳提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韧性，包括比赛当中与地面的防守做的还是非常的丝滑。我们再看一下，连续的砸击，砸击砸得很紧，非常的紧，不好跑，起身。连续的砸拳，场裁王热老师呢，最终也是叫停了比赛。在这儿的话也是恭喜奥特根苏荣拿下了 JCK 的首胜。接下来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雏量级中猛大战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于蒙古国的蓝方选手奥特根苏荣苏赫巴图，第一回合4分45秒使用地面砸击 TKO 获胜。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 win by GMP。接下来掌声请出颁奖嘉宾，国苏会竞技体育工委会永康办公室副会长朱建好先生。感谢颁奖嘉宾，感谢双方选手。